郝文杰，北京某餐厅出品总监，对食材有着精准的把握，极具创新精神，喜欢把水墨画艺术融入菜品之中，烹制出色香味俱佳的创意美食，美食界誉为新古典主义中国菜。银川位于中国的西北部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，距离北京1100多公里。师傅，走了啊。 好，到银川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。来，师傅，我是第一次来咱们银川，你看，哦，咱们银川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们银川啊，手抓羊肉，对，还有清炖羊肉，是吧？出乎郝文杰的意料，银川虽然地处大西北，眼前掠过的却并非西北常见的草原和荒漠，而是江南一般的连片湖泊和芦苇荡。之前银川的印象就是一个大西北嘛，清炖羊肉，银川的臊子面，这是我们比较著名的东西。但是我下了飞机之后，看了很多湖，说这是一个塞上湖城，那我们那吃什么呢？ 郝文杰到达银川的第一天，恰好赶上了古尔邦节，这是当地穆斯林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。南关清真大寺的门口，早早的就摆满了售卖各种回族小吃的摊位。回族的古尔邦节，古尔邦，就是像那个，就是咱们春节一样，就是热闹这个节日，像春节一样。最小的馓子就是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最大的馓子应该讲有很大呀，很盘子。很大。美食向导吴志宏是一位回族名厨，以做清真菜而闻名。他邀请郝文杰上他家过节。古尔邦节又叫宰生节。 家家户户都要在这一天宰羊，制作传统的手抓羊肉。据说宰生的羊肉味道是最鲜美的。在吴志宏看来，母亲做的手抓羊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，任何顶级大厨都比不上。炸油香，炸花花，再沏上几杯八宝茶。 空气里弥漫着各种美食的味道。刚出锅的手抓羊肉，哎呦，专门底下放那个手抓羊，对，来一块，一人来一块，尝一尝。吃吧。习惯吗？太 Q 了啊，那好，质感真多，太有咬劲了，非常的吃着又脆爽。 回族母亲做的羊肉，汉族妈妈做的揪面，自己亲自钓的黄河鲤鱼。顶级厨师郝文杰尽享塞上江南的天然味道。最后，他将大胆创意，以一道全新的美食倾倒热情的银川人。拿不碗吧。 银川人喜欢用一种高能量的食物作为早餐。一大早来吃羊杂碎的市民就已经排起了长队。辣椒油是吧？对，这是用羊油炸的辣椒。羊油炸的辣椒。老板麻利地把一大勺浓汤倒进郝文杰的碗里，白色的羊杂上面铺着热辣辣的红油，飘着翠绿的葱花，色彩极其诱人。
不好意思，有点辣。刚来还不太习惯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明天早上给你少放点辣椒。是有点多。其实郝文杰对羊杂碎并不陌生，在他的老家河南开封也很流行喝羊杂汤，不过都是清汤或白汤。像这种飘着一层红油的羊杂碎，他还是第一次吃到。在银川，早晨吃上这样一大碗热辣辣的羊杂碎，既耐饱又能抵御高原的寒冷。这是面肺。在郝文杰看来，白色的面肺实在很少见。小店的老板杨忠孝20多年前从吴中迁到银川，在银川，吴中人做的羊杂碎一向被认为是最正宗的。这个现在的这叫什么面肺啊，是吧？白色的面肺，然后都是自己洗、自己加工。这个一定要自己加工、自己洗。这是传统的工艺吗？对，传统工艺。啊，这洗面巾嘛，抓面巾。对，做面巾。来，我也试试，看看我洗的洗，你看我洗的怎么样？前一天和好的面团，醒了一夜之后软硬适中，用凉水使劲的洗，直到把粘性的面筋洗出来，然后把剩下来的面浆灌入羊肺里。长了，膨胀了，然后这个面水灌在里边，它会。它的面水灌进去，通过它的压力，使这个肺逐渐膨胀。为了最大限度地灌入面浆，还要把面肺吹起来，吹得越大越好。等会儿让我试一下。考验你的肺活量。吹面肺的难度很高，既考验厨师的肺活量，又考验羊肺的新鲜程度。因为只有健康的羊的肺，才能吹成又大又白的面肺。吹好的面肺比原来的体积和重量都大了好几倍。煮熟晾凉后切成条，再和羊蹄儿、羊头肉以及其他各种羊杂一起煮。这时，面肺的面里渗入了油脂，不但分量足，而且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香味儿。羊杂碎成为一道备受银川人喜爱的平民美食。银川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在迅速扩大，外地移民的到来使全国各地的饮食习俗融入了银川。陈阳，一个典型的移民后代，虽然父母都是从外地迁来的，但他生在银川，长在银川，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银川人了。我们这吃羊肉呢，讲要吃这个芥羊。芥羊是吗？对，芥羊就是说这个羊肉啊，就是羊啊，小的时候就把它涮了，就咱们说太监羊。所以它长得呢是很好，肉是很好吃。银川的羊肉铺子都是从整只羊身上现切现卖，这是羊肉品种和质量的保证。性格豪爽的银川人别的无所谓，但买起羊肉来却是很挑剔的。陈阳打算用上好的羊排做一道羊排小揪面，再买些萝卜、辣椒、西红柿等蔬菜，这些可是这道菜必不可少的食材。好，谢谢啊。1969年，陈阳的父母来到银川，成为支边大军的一员。那时候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，银川人的生活也很艰苦，食品都是定量供应，凭票购买。刮彩带羊的时候啊，我还从北京出差，还从北京买的红薯扛回来的。陈阳的母亲是河北人，刚来银川的时候，最不适应的就是饮食了。陈阳的父亲不远千里给妻子扛红薯回来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吃到家乡的味道。现在要做什么呀？咱们做个红薯鸡。我父亲呢，他是中宁人，当地中宁人。他们中宁人呢喜欢吃土鸡，老太太呢河北人，她呢喜欢吃红薯。干脆闹在一起。闹在一起，看看这样怎么样？就是能够更方便一下，这样老两口的口味呢都能满足。就是把这个
慢慢形成。红薯鸡照顾到父亲和母亲2个人的口味，可以说是陈阳的一道孝心创意菜。这一锅鸡就放2块火锅。而今天的主食羊排小揪面做法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把羊排剁成丁儿，用胡麻油翻炒，放入葱姜蒜辣椒等调料，再加入蔬菜丁儿。煸好的臊子色彩鲜艳，香气扑鼻。趁热加入清炖羊肉的羊肉汤，然后放入豆腐丁儿，炖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下面了。小揪面就是用手揪出来的面，把切成条的面皮直接揪到锅里是很有技术含量的。陈阳的姐姐是揪面高手，面片在她的手指间飞舞，准确地落进锅里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郝文杰也想尝试一下，不过这速度可就差得远了。哎，你看甩多好！这技术活，对，得练呢。羊排小揪面、红薯鸡、清炖羊肉，这些都是银川人的家常美味。在这个回汉联姻的家庭里，每个人都能吃到自己喜欢的味道。家里的味道，就是家里的。美味把一家人聚在一起，不同的生活习惯在同一个餐桌上完美融合，这是银川人特有的家的味道。10月的银川城外，一派塞北江南的丰收景象。地处大西北的银川，主要的农作物居然是水稻，让中原长大的郝文杰惊叹不已。这都要归功于黄河，中国的母亲河。话叫天下黄河覆临下，就指的这里整个临下的这些物产，尤其是食物这方面的东西，真的是跟黄河是密不可分的。哦，有了，有鱼了，鲤鱼，鲤鱼，黄河鲤鱼啊，这30斤重的。然后其实是这个红尾巴，你看这从这块开始就开始发红。对，说那啥黄河里是红尾精灵。黄河鲤鱼是生活在黄河里的著名鱼种，可是近年来，野生的黄河鲤鱼越来越少了。如果技术和运气都足够好，捞上来这么大的野生黄河鲤鱼，马上就能卖出个好价钱。吃黄河野钓的鲤鱼有点奢侈，现在银川人日常吃的黄河鲤鱼，大都来自银川市区西北部的粤海湖。这湖里肯定有大鱼。多漂亮，太美了。粤海湖是个天然湖泊，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。这块就扎这么一个霓虹阵渔网，你看一会捞鱼的时候，你才看到。呼呼啦啦的声音啊。这大鱼！哎呦，这大哦，这家伙跟那什么似的，照片似的，这太棒了！我抱一条大鲤鱼，哎呦，太棒了！感受一下，看一下。20多斤吗有20来斤。20多斤，哎呦，太棒了！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呦，啊，我们还高兴！来，定啊，定了，真棒！再定一下，好，哦，天哪，太棒了！银川人把黄河鲤鱼的鱼苗引入粤海放养，不用喂饲料，鱼在这片生态良好的水域里自己觅食。粤海里还养着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鲫鱼、鲟鱼等许多淡水鱼类。银川被称为塞上湖城，曾有大小湖泊72座。现在像粤海这样的湖泊还有北塔湖、明翠湖、宝湖等等，湿地面积将近500平方公里，水多鱼就多，钓鱼也成为银川人的一大爱好。谁呀？钓上了没有？
来试试。对，来试两下，来。关键让客人上来。来，我试两下，试两下，真的。这鱼很多，但是可以吧？可以。啊。我们今天能钓。放鲫鱼那个小一点。好吃，好，对，好。哎，刚刚，哎呀，哎，旁边过倒，哎，这么，哎，对，哦，帮一下，哦，好，哎呀，看这野生的鱼啊，这个鳞子不一样是吧？鳞是金色的，太阳一样。哎呀，那太棒了！为这个朋友，然后这个分享一下，奉献一下咱们的劳动成果。好了，好了啊，下鱼。这是一条12斤重的黄河大鲤鱼，标准的金鳞赤尾，光肚子里的鱼籽就有3斤多。钓友们在湖边支起一口大铁锅，用宁夏本地的烹饪方法做了一道垮炖鲤鱼。别看这个骡子，没上，不是这。太鲜了，野鱼就是好吃，哎呀，没办法。啊，鲤鱼肉很筋啊，尝鲤鱼肉非常鲜啊。不光是鲜，主要是它一样弹性。对。这厚皮肉的，很筋的，非常筋道。好吃。鱼子吃怎么样？好吃，我觉得跟那个鱼子酱那个鱼子，俄罗斯鱼子酱啊。啊，你说那学鱼子酱是吧？寻龙鱼。很有特点。不错，相当好吃。围着锅边吃着鱼，这就是宁夏当地的吃法。哎，弄完了后野湖一炖鱼，很好吃，原汁原味。真不愧是那句话说的，叫天下黄河赴宁夏。对呀，黄河鲤鱼甲天下。把虾太扁了，有石头子。能在粤海湖里钓黄河鲤鱼，这得归功于养鱼专业户朱汉成。10几年前，他承包了粤海的水面搞水产养殖，今天已经发展为宁夏最大的养殖户之一。说这一网能拿多少？拿个6万斤，就7万斤去了。6、7万斤啊！7万斤，这太狠了。很多来禁渔的客户都在朱汉成的渔庄吃过他的私房菜全鱼宴。一条10斤左右的新鲜黄河鲤鱼，去鳞洗净之后切成块儿。让我试试切一切。下刀都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色刀的感觉，就证明这个肉质非常新鲜。肉质啊，就感觉很 Q， 对，很 Q， 你一下子拉不下来。到底是黄河鲤鱼，肉质新鲜劲道，跟普通的鲤鱼就是不一样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鱼剖开后没有经过加工就上桌了。这个黄河鲤鱼啊，就加点白水，加点葱姜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白水。中国吃鲤鱼的地方很多，但清水煮鲤鱼，郝文杰还是头一回见。因为按常理来讲，鲤鱼多少是会有些腥味的，需要用调料来去腥，所以通常的吃法是红烧。好，我们的腐鱼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这鱼肉刚才是红的，变成白色的了。哎呦，看着太棒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不就不让你先的，没有。什么都不蘸，滑嫩，就是嫩爽。我也来，就是这种鱼腩这一块就是那种爽口，非常好，脆爽，筋道，弹牙，名副其实的水煮鱼。因为处于黄河上，水质没有污染，加上宁夏这个弱碱性的水，
弱碱性啊。它这个弱碱跟咱们说那个滩羊那个弱碱剂是不是有点？一个道理，估计差不多。就是自然排酸。对，是那个感觉。你看那个羊肉也是。对，它要不说不膻，羊肉不膻，鱼肉不腥。朱汉成对自己养的鱼非常自豪，认为鱼的每一个部位都是美味，不能浪费。鱼肉水煮，鱼鳞、鱼干、鱼籽、鱼肚则做成了一道道别具风味的小菜。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大自然对银川人的特殊馈赠。羊也好，鱼也好，银川的食材都饱含着源自天然的丰富滋味，没有精湛的刀工，也没有复杂的工序，甚至调料也很简单，银川人就做出了极致的美食。现在该轮到北京来的顶级厨师郝文杰大显身手了。食材用的是鱼和羊，这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是烹饪的方法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了。我用3包盐是一道菜，不要简单清。郝文杰把新鲜的羊肉塞进黄河鲤鱼的肚子里，然后用大量的盐把鱼严严实实地裹起来，精心地雕刻成鱼的造型，再放进烤箱里。180、220，因为上网会高一点。1个小时后出炉。他最近看到最好的2样食材，一个羊肉，再就是我们这块的水产。但不知道今天郝大师做什么菜，我搞不明白。1条大鱼，这上面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是吧？我给盖了一层房子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烘烤，一条黄澄澄、金灿灿的大鲤鱼出炉了。哎呀，今天就有口福了！揭开盐壳，鱼皮自然剥离，露出鲜嫩的鱼肉，而鱼肚子里的羊肉也蒸熟了。先让吴老师尝。鱼肉和羊肉，口感、味道，不知道怎么去表达。太棒了！在汉字里，鱼加羊就是鲜，而在烹饪中，罕见将鱼和羊直接相加的做法。这道鱼羊鲜将鱼和羊的鲜味融合，产生了一种极其鲜美的全新的味道，令人欲罢不能。因为之前我没有来过银川，只感觉银川是一个荒漠地带。身临其境给我的感觉，这个城市真的不像是一个北方的城市。塞上湖城，塞上江南，我已经这几天已经陶醉在这种其实是鱼米之乡里了，非常的幸福。